绵延的军港码头，一座数米高的铜狮子在山水相接处傲然挺立。风吹浪打中，河堤上的几个大字极为夺目。营院内墙体上的文字和照片，处处彰显着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甘愿成为无名英雄的潜艇兵，一直为国家默默奉献着。落舱注意。正是有他们的存在，当所有人在仰望太空时，深邃的海底也有属于我们的鲜艳旗帜。今天很幸运，就在我们准备拍摄的时候，一艘刚刚完成任务的潜艇也归航入港了。这是很难见到的场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潜艇兵，因为他们太过神秘了。就像《潜艇兵之歌》里唱的：“不要问我在哪里，问了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们无法知道这艘潜艇经历了什么，从哪里回来。但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漆黑艇壳的遮挡下，舱内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国常规柴电潜艇，整个潜艇的外观看起来相对光滑，是吧？除了剑桥跟上甲板之外，没有多余的设备，不像水面舰艇，好多外观上看着很复杂。另外我们这个潜艇颜色，你看外观为什么是黑色的？主要是提高我们潜艇的隐蔽性。外表简洁的潜艇，内部却迥然不同。密密麻麻的管路，高低错落的设备，还有这只能容一人通过的通道，无不显示着潜艇上寸土寸金。这是艇上提供艇员住宿的地方。潜艇的空间有限，铺位都是见缝插针，整体构造与火车硬卧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床铺这个层高更低，3层铺、4层铺随处可见。床铺是不分你我他的，艇员没有固定的床铺，总有一名艇员在值更，另外一名艇员在歇息。2张床铺，3人轮流睡是常态。所以说我们潜艇的床铺永远都是热炕头。很多人都关心我们出海时我们在里面吃什么，会不会只能吃压缩饼干？其实不是，在潜艇上，潜艇兵的餐食保障很重要。我们有自己的厨房，就在这儿。潜艇上可活动的区域这个小厨房很小，不到2平方米。这里面有蒸锅、炒锅，还有烤箱，煎、炸、烹炒都可以。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一个多功能舱室，开会、吃饭都可以在这里。把这2边的床架起来，还可以提供艇员休息。同时这个桌子还可以作为临时的手术室，上面有无影灯。因为我们在潜艇里面生活太枯燥了，为了增加艇员的生活，我们还设置了读书角，出海时还可以架起电视，可以看电影。另外在这里战士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竞技比赛，舒展一下心情，增强我们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说这个区域的作用很大。这些设计可以说最大化利用了艇内的空间，尽量让艇员的工作生活舒适一些。但我们说这些还不是艇内最小的舱室，下面的舱室，在里面的艇员甚至不能站立工作，这就是电池舱。潜艇为什么还需要电池呢？目前潜艇主要分2类，一类是依靠核能驱动的核动力潜艇，另一种就是靠柴油机和电机驱动的常规动力潜艇。
在水面航行时，常规动力潜艇可以靠柴油机提供动力，但是到了水下，由于没有空气，柴油机就无法工作了。这时候就需要靠电池驱动电机来推动潜艇前进，所以潜艇会经常上浮给电池充电。这个就是蓄电池层，大家能看到里边的空间是非常的狭小。我们在这里边主要进行蓄电池的检查工作，确保电池时刻运行工作正常。在这里边呢，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需要躺在这个滑车上，上下的活动空间只有50公分左右。我们需要用双腿来移动滑车，在这里工作不仅是一个体力活，也是一个细心活。艇外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艇内空间造成的压迫感，这都是艇员必须克服的困难。不过狭小并不是我们国家潜艇的独有特点，全世界的常规潜艇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基本上都采用紧凑的布局方式。但即便如此，在有限的空间内，我们的潜艇兵依然操练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支队创造过很多精彩的战绩，其中就包括和先进的水面舰艇编队过招。发现反潜巡逻机，出潜！我们就接到了相关的这一项任务，我们就在它必经航路上，在相应的一个阵地选择了比较好的地形，利用我们这个水文环境隐藏进行了一个设伏。在它进入之后，声纳站位准确地识别了这个编队所有的目标类型，并对可能想要进行一些伏击的目标进行了一个模拟攻击。在返航之后通过副官比对，我们这个所有的位置点、所有这个距离全部都准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可攻目标的一个模拟攻击是有效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这个3战3捷。在此次博弈中，除了指挥员的沉着冷静、睿智决断，还离不开各个岗位的密切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全艇100人一杆枪的最大威力。比如说，由水下顺风耳声纳兵提供的准确信息。主管为机水面舰艇，高位增大，向右运动。那么说到声纳，就涉及到一个有趣的知识：潜艇在水下航行时，由于水的密度是空气密度的大约800倍，导致雷达电磁波、通讯电磁波无法穿透海水。严谨的来说，就是被海水快速的吸收，传不远。因此，声纳就成为了潜艇的主要探测工具。声纳的本质是一个经过微调的耳朵，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鲸鱼或海豚的回声定位。根据工作类型，声纳可分为主动声纳和被动声纳。主动声纳模式需要潜艇主动发射声纳信号，声纳信号接触到目标后会反射回来，再被潜艇捕捉。但在战争中，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这种探索就像黑夜中打开手电筒，照亮目标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而被动声纳模式是静默航行，利用被动声纳基阵接收对方的主动声纳探测信号，来确定对手位置。被动声纳模式下，潜艇不会暴露目标，隐蔽信号。不过，只开启被动声纳会对声纳兵造成极大的考验。此时声纳兵是潜艇水下作战的唯一信息来源，而声纳中的噪声目标有各种特性，犹如一个信号迷宫。我们在水下的时候，海面上有各种船，还有各种海洋环境噪声，各种背景噪声。那像我们在海域经常遇到的，可能就有渔船、商船，然后军舰、海洋生物。我们在水下的时候，我们是看不着外面的。他指挥员的全车信息都是由我来给他提供。
我把这个目标判断准确了，那指挥员就能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一个好的声纳兵一定会兼顾所有的信息，以完成对目标的准确判刑。所以这个专业挑战性很大，潜心学习、倾力积累、反复琢磨，是声纳技师的必要素养。想要快速识别各种声音啊，就需要平时刻苦的练习。据说这些深海中听风者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我们找到了一些声纳收集到的声音，我先来替大家听一听啊。这些声音啊，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噪声，跟这个正常的噪声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耳机交给袁伟，看看他能否说出正确的答案。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用双耳去聆听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像这个噪声里面，我听到的声音就比较多。它里面我听到了有航行的机械噪声，还有它的螺旋桨噪声，然后还有这个主动声呐，还有它的背景噪声在里面。我们一般它的航行噪声里面伴有这个主动脉冲的主动声呐的一个噪声，然后判断它可能是一艘军舰。好，我们来看一看答案是否正确。没错，哇，太厉害了！刚才我在听这段音频的时候，真的是无从下手，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声场。来，我们继续。像这个声音里面，我也是听到有一个主动声呐的一个声音，还有海洋生物，也是一个两种噪声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混合噪声。那这个噪声呢，可能答案比较具体了，它给的是苏联潜艇在1973年录制到的海军中频主动声呐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声音。我的天，像这种混合的噪声，识别起来是不是难度更大一点呢？因为我们在海上其实遇到这种目标是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的话，它是可以分为几大类。其实我们平时识别的难点的话，就是要把一个大类的一个目标要把它精确到具体的哪一艘舰型，就哪一艘舰，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像比如像一个男人说话和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它可能这个差别比较大呀，我们比较好识别。但是像商船的话和这个渔船啊，或者说像这种军舰，就同类型的，就是相对比较近的这种，它相同的识别特征很多，所以这个我们判刑难度就比较大。在复杂环境中，能准确无误地把目标揪出来，让他们无愧深海听风者的称号。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勤学苦练，才让潜艇在水下有了耳朵。反潜机卖出信号，手轻舞动，传到50遍。其实这样的任务和故事，近些年每个支队的每个艇队都能说出几个。他们有的在演习中创造了佳绩，有的在与对手的缠斗中取得胜利。他们在水下悄无声息地执行着任务，有效维护了国家的海上利益和安全。任务越来越多，航迹越走越远，训练就要越抓越实。面对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潜艇兵必须掌握所有应对实战情况的技能，包括应对复杂情况的技能。潜艇事故在国外不乏先例，这些事情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近些年，人民海军也加强了潜艇救援能力的建设，但外部的救援能力再强，也需要潜艇艇员掌握必要的自救本领。那为了保证潜艇和艇员在水下的安全，我们为此做了哪些设计和训练呢？我们主要建造了这个潜艇脱险训练中心，它的作用啊，其实主要就是2点，一个是限制和消除潜艇的损害，另一个呢就是恢复我们潜艇的战斗力。那么这一块训练的话，它其实包括2方面的，一个是防沉抗沉，一个是防微电火，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每名潜艇人员每年至少要来这里培训一次，成绩合格才有登上潜艇的资格。接下来我们要在舱内进行抗沉训练。潜艇说白了就是一艘船，当艇体遭到破坏并且渗漏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第一时间想方设法对抗渗漏，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个模拟潜艇舱的巨型水箱里，遍布着各式各样、大小各异的破洞，每个洞都代表了一种极其常见的船体损伤，包括划伤以及割伤。每一种损伤对应着不同的处理办法。破损有大有小，我们通常先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大的损害，再分散其余力量去解决小的损害。在舱壁和管路同时出现破损时，先解决舱壁的破损，再解决管路的破损。在出现破损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下一舱左舷中部舱壁破损，第一名先跑过去把水门关上，拿的时候放到地上，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我准备实践刚刚学到的生存技能。检查舱水面。一到左舷中部舱壁破损之人，封闭舱室辅助作动。排水管路破损，封闭管路组织爆炸。按照教官所教，我们完成了全部内容，但仍然比他们平时训练要慢上许多。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加入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最终我们成功了。刚才在水涌入舱室那一刹那，水花四溅，压力非常之大。其实留给我们官兵和艇员反应的时间是非常之少的，所以日积月累的训练对于艇员的下意识反应是帮助极大的。这个训练真是太有必要了。除了损管训练，还有一种需要艇员克服恐惧的科目，那就是鱼雷管逃生训练。作战时，作为潜艇主要武器的鱼雷发射管，也是艇员一条重要的安全逃生通道。不过，想要顺利地通过这条通道，还需要穿戴必要的装备。我们潜艇艇员水下发射管逃生主要准备为3件装备，它们分别是脱氧服、压铅，还有脱氧装具。其中脱氧服可以为我们艇员的身体提供保暖，同时可以让我们免受海洋生物的袭击，并提供我们上升所需要的浮力。压铅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上升过程中的速度过快，出现减压病等潜水疾病。脱氧装具可以为我们提供多种呼吸气体，也可以吸收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保证我们艇员的生存环境。先别往上提，胳膊伸，从这儿伸，往上顶，扒着后面。
因为通过鱼雷管逃生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为了照顾我，教官让我在鱼雷管进口处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但进行了注水、加压的全过程。打开出水阀，打开出水阀。海水不断涌入狭窄的通道，当水漫过我的身体，恐惧也伴随而来。终于呼吸到这个路面上的空气了。虽然刚才这个体验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让我充分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状态。其实，如果一旦在实验中或者是实际的任务中遇到这种状态，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的机能，以及爬这个鱼雷管的技术方面，都是更严格的考验，真是太不容易了。劫后余生的感觉让人十分兴奋，但我真的不想再进那个管子了。而对于真正的潜艇兵来说，爬鱼雷管是正常的训练任务，更为艰难的是，鱼雷管的终点连接着10几米深、注满水的水池。训练的官兵需要打开鱼雷管前盖，沿着安全绳浮出水面。体验完潜艇遇险模拟训练，让我对潜艇兵的勇气和胆量更加的敬佩。其实，在潜艇艇员的眼里，并不畏惧这些困难，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牢牢掌握了潜艇的操作技术和作战策略，确保一击必中，精确打击。这几年呢，我们支队党委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始终坚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心思向打仗用尽。应该说，加强部队的政治整训，尤其是围绕战斗力建设所做的一切工作吧。当然，为了抓好部队的基础训练，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搞这个专场化任教，搞这个职业化保障等这些东西，也使得我们备战打仗的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接下来我们支队党委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支队打造成为一支能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水下利剑和深海长城。就在我们拍摄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支艇队又接到了出发的任务。战士们解开缆绳，又将踏上新的征程。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虽然他们的战场在深海之中，但谁说只有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